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最近，越南副总理阮和平亲自带队飞到新加坡拜访了大华银行 UOB 总裁。这次访问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越南筹建中的国际金融中心 IFC 寻求支持。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的东南亚邻居们，像越南、印尼、泰国，都开始有了自己的金融中心梦。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如果胡志明市和岘港都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那新加坡这个亚太老大哥的地位会不会被动摇？是不是以后大家就不来新加坡投资，直接跑去越南了？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如果你仔细看这次越南副总理的行程，你会发现越南打造金融中心，最离不开的偏偏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你可能很好奇，在这场亚细安金融版图的重构中，新加坡银行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着往下看，我们一起揭晓，为什么越南副总理要点名兼大华银行？因为新加坡银行现在正在完成一项壮举，那就是亚细安大满贯。大华银行宣布将在胡志明市建设越南本地总部，这意味着他们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越南这5个核心市场全部拥有了地标式的物理总部。这可不仅仅是为了盖楼，这标志着新加坡银行已经深度嵌入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血脉。新加坡银行现在干的其实是经验输出。当越南想要建立金融中心时，他们缺的不是地，而是风控标准、法律框架和运营经验。大华银行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不只是一个放贷的，更是一个政策智囊和战略顾问。越南需要通过新加坡银行这个窗口，告诉国际资本，看，我们现在的金融标准已经开始向新加坡靠拢了。很多人问，越南 IFC 建好了，会不会抢新加坡的生意？答案恰恰相反。我们要明白，金融中心的建立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当越南建立起更成熟的金融中心时，反而会产生一种虹吸效应。但这个效应最终是汇聚到新加坡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是亚太地区的资金调度中心。大华银行在越南设总部是为了提供在岸服务，方便资本直接进入当地制造业，而这些资本背后的指挥部依然会留在新加坡进行离岸连接。这种新越联动实际上是把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蛋糕做大了。越南的金融中心越成熟，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就越活跃，而作为枢纽的新加坡反而能从中抽到更多的提成。这种双向的资本流动让新加坡银行成为了连接国际资本与东南亚新兴市场最坚实的桥梁。大家可能觉得新加坡的竞争力在于有钱，但其实新加坡最贵的东西是信用。越南这次来取经本质上是想引入新加坡那套经过实战检验的金融监管逻辑。越南副总理在探讨政策重点时，其实就是在问，我们怎么才能像新加坡一样，让全球投资者放心把钱放进来？新加坡银行出海输出的就是这种无形资产。通过这种深度的政策咨询，新加坡银行帮助越南建立起更透明、更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银行不仅赚到了业务费，更在无形中主导了亚细安金融版图的标准化。这种软实力的输出让新加坡作为区域金融金砖领袖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因为邻居们的进步而变得更加稳固。东南亚各国打造金融中心，其实是区域经济走向成熟的标志。新加坡银行作为先行者，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物理地标和输出管理经验，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构建一个更广阔的护城河。越南 IFC 不会挑战新加坡，它是新加坡金融版图的延伸和补充。未来的亚细安金融市场将是一个以新加坡为大脑、各国金融中心为支点的协同网络。大华银行在越南的一小步，实际上是新资银行深耕亚细安、构建区域金融共同体的一大步。只要这种互联互通在持续，只要新加坡依然掌握着信用的制高点，这种共生共荣的格局就会让大家一起赚得盆满钵满。看到这里，你觉得未来5年
胡志明市能成为下一个小新加坡吗？你对新资银行这种出海做总顾问，GAFA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